中国10种最强长寿食材，第1名传说竟让人活到372岁。不是灵丹妙药，也不是仙人草药，这些能让你越活越年轻的食物，早就在你家厨房里了。但很多人根本不知道它们的真正功效。本期世界探索站带你揭秘10种隐藏在生活中的长寿秘密武器，一起开启永葆青春的养生之路吧。第10名，红枣。红枣的使用可追溯至公元前475至221年的《黄帝内经》及公元前300年至公元200年的《神农本草经》，被列为上品药材，具有补血养气、健脾助消化、安神助眠等功效。相传慈禧太后因常食红枣而延年益寿，享年72岁，远超当时的平均寿命，因此红枣在民间也被誉为长寿果。在婚礼和春节等喜庆场合，红枣常被用来象征甜美生活与子嗣兴旺。红枣的价值不仅沉淀在古老的智慧中，也与现代健康理念相契合。传统中医认为，红枣有助于增强免疫力、调理机能。现代研究已证实其富含维生素 C、抗氧化物及多种微量元素，对健康大有裨益。在饮食文化里，红枣的应用更是灵活多样。它既能为糕点、甜汤带来天然的甘甜风味，也可在茶饮与粥品中则强化滋养功效。例如，红枣茶常与枸杞搭配，有滋阴补血之效；红枣米粥则有助于健脾助消化。然而，尽管红枣益处良多，食用时仍需注意适量，因其含有不少膳食纤维且糖分不低，单次过量食用可能导致消化不良，如腹胀、嗳气等。特别是对于体内湿气较重、容易胃胀或有便秘症状的人群。第9名，山药。在中国悠久的文化中，山药不仅是日常食材，更被视为健脾益胃、滋肾益精、延年益寿的象征，素有神仙之食、山中之药的美誉。传统中医理论认为，山药性平味甘，归脾、肺、肾经，具有补脾养胃、生津益肺、补肾涩精的核心功效。于公元前200年至公元200年编纂成书的中药学奠基之作《神农本草经》中，已将山药列为上品，足见其超过2000年的药用历史和在中医药体系中的重要地位。明代李时珍在《本草纲目》中进一步记录了山药的功效，特别提到它对消化不良、厌食、腹泻及糖尿病的治疗作用，尤其对中老年群体的滋补强身颇有裨益。山药的诸多健康益处源于其独特的生化成分。首先，山药含有相当比例的淀粉，其中包括一部分抗性淀粉。抗性淀粉的特性类似膳食纤维，不易在小肠消化，能进入大肠被肠道菌群发酵，产生丁酸等短链脂肪酸。这些产物有益于维持肠道健康，调节肠道微生态，并可能对血糖控制、血脂代谢乃至预防某些肠道疾病有积极影响。其次，其特有的粘液质主要成分为粘蛋白和山药多糖，由甘露糖、葡萄糖等构成，被认为是其发挥免疫调节、降血糖、抗氧化及保护胃黏膜等作用的关键物质。最后，山药中含有的尿囊素具有促进细胞生长、加速组织修复和抗炎的作用。尽管山药有诸多益处，但也存在一些潜在风险。处理时，山药表皮中的植物碱和皂素可能会引起手部刺激，建议佩戴乳胶手套。如出现瘙痒感，可使用柠檬汁或醋缓解。第8名，玉米。玉米在中国象征着丰收和富足，其金黄的色彩常被视为财富的象征。明代科学家徐光启在其农学巨著《农政全书》中首次明确使用玉米这一名称，标志着它被正式纳入中国农业知识体系。自清代以来，玉米在北方农村成为主要粮食之一，尤其在干旱地区，甚至部分取代了如高粱等传统作物，成为6谷中的一员。玉米营养丰富，每100克含107卡热量，2.4克纤维，并富含维生素 B 群、维生素 E、镁和磷等营养成分。其中，纤维有助于促进肠胃蠕动，降低结肠癌风险；而叶黄素与玉米黄质作为类胡萝卜素，能保护视网膜，预防主要影响老年人视力的年龄相关性黄斑变性 （AMD）。科学研究显示，补充这2种成分可使晚期 AMD 风险降低26%，且效果可持续5年。不过，过量食用玉米也可能导致热量摄入过多，每根200克玉米约含214卡，接近1碗白饭的热量，因此糖尿病患者需谨慎食用。第7名，豆类。豆类在中国已有3000多年的种植历史。
相传神农氏于公元前2853年将大豆列为五谷之一，教导先民耕种，并利用这些作物维持健康。《神农本草经》等早期文献记载了豆类的药用价值，中医理论认为其具有健脾益气、利水消肿等功效，并常与滋养身体、延缓衰老相关联。而在中国的传统习俗与节庆中，用红豆、绿豆等制作的糕点、甜汤也常常被赋予吉祥、甜蜜或清热解毒的寓意，用于祈福纳祥或时令养生。现代科学研究进一步印证并深化了我们对豆类健康价值的认识，如降低胆固醇、预防高血压和冠心病。大豆异黄酮可能降低乳腺癌和前列腺癌风险，而其丰富的钙和蛋白质有助于预防骨质疏松，延缓肌肉衰减。此外，豆类的低升糖指数有助于血糖和体重管理。然而，尽管豆类营养丰富，食用时也需注意方法与适量。豆类中较高的膳食纤维和某些寡糖，如棉子糖含量，在消化过程中可能被肠道细菌发酵产生气体，对于肠胃功能较弱或初次大量食用者，可能引起腹胀、排气增多，甚至腹泻等不适。而且某些豆类，如生四季豆，含有天然毒素，未煮熟可能引发中毒。第6名，黑木耳。中国是世界上最早人工栽培黑木耳的国家，起源可追溯至唐代。在传统中医中，黑木耳性平味甘，具有补血、润肺、止血的功效，常用于治疗贫血、高血压和肺燥咳嗽等症。民间有常吃黑木耳活到99的说法。现代营养学角度分析，黑木耳特别是干品的营养价值也十分突出，其富含蛋白质、碳水化合物和极低的脂肪。尤其值得称道的是，黑木耳富含独特的黑木耳多糖，主要由葡萄糖、甘露糖等构成，这是其许多健康功效的核心来源。科学研究表明，这些多糖具有良好的抗氧化活性，有助于清除自由基，可能对降低慢性疾病风险有益。此外，其丰富的可溶性膳食纤维有助于吸附肠道中的胆固醇，促进其排出，对维持血脂健康、预防动脉粥样硬化有积极作用。尽管黑木耳营养丰富，因其富含膳食纤维，过量可能引起腹胀等消化不适。第5名，粗粮。作为中华饮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其种植历史源远流长，至少可追溯至6、7千年前的新石器时代。山西万全、西安半坡、河南陕县等著名考古遗址出土的谷物遗存，都为这段悠久历史提供了坚实的证据。具体到某些品种，例如高粱，其栽培证据可见于约3000年前西周时期的江苏新遗遗址，甚至更早的新石器时代的山西万全遗址。而荞麦则在约2000年前东汉时期的甘肃武威磨嘴子汉墓中被发现。北魏农学巨著《齐民要术》中首次有了关于荞麦种植和加工的详细记载，表明至晚在那个时期，荞麦已在中国北方得到相当程度的种植，而到了宋元时期，它在部分地区更是成为了百姓餐桌上的主食之一。现代营养科学充分肯定了粗粮的健康价值，它们普遍富含膳食纤维、B 族维生素，特别是 B1、铁、镁等矿物质，以及多种植物化学物，如抗氧化剂。这些营养成分协同作用，有助于促进肠道蠕动，维持消化系统健康，帮助稳定餐后血糖，并对降低多种慢性疾病的风险具有积极意义。以燕麦为例，其所含的特殊膳食纤维贝塔葡聚糖已被大量研究证实能够有效降低血液中的胆固醇水平。一项针对超过46万中国成年人进行的大规模流行病学研究发现，保持规律摄入粗粮的习惯与糖尿病发病风险降低 12%， 以及缺血性中风风险降低 14% 显著相关。该研究还提示，在此人群中，每日额外摄入100克粗粮，可能使糖尿病风险进一步降低 14%， 中风风险降低 13%。然而，尽管粗粮益处显著，食用时仍需讲究方法与平衡。过度依赖单一或几种粗粮，可能导致某些营养素，如蛋白质质量、某些微量元素吸收利用率相对不足，造成营养不均衡。同时，部分人群可能对某些粗粮，如含有麸质的小麦、大麦、黑麦，存在过敏或不耐受反应。此外，对于平时膳食纤维摄入较少的人群，突然大量增加粗粮摄入，其高纤维含量也可能引起腹胀、排气增多等肠道不适症状。第4名，红薯。红薯原产于美洲，明朝万历年间，由福建商人陈振龙从菲律宾引入中国。次年，
福建遭遇大饥荒，红薯因耐旱高产被广泛推广，挽救了无数生命，故被称为金薯。此后，红薯成为中国人口增长的重要支撑作物，尤其在20世纪50、60年代的自然灾害中发挥带量作用。为纪念陈振龙推广红薯的功绩，福州巫山建有鲜薯亭，他也被尊称为中国甘薯之父。中医认为红薯性平味甘，归脾、胃、大肠、肾经，具有补中和血、健脾益胃、宽肠通便的功效，被誉为土人参。不同种类的红薯适合不同体质，白皮白心者有补肺生津之效，红皮红心者则有补气养血的作用。尽管红薯营养丰富，但食用仍需适量，其高碳水化合物含量可能导致体重增加，糖尿病患者应控制摄入。同时，红薯皮含草酸盐，可能增加肾结石风险，食用时宜去皮。第3名，花生。在中国文化中，花生被誉为长生果，象征长寿、活力、智慧与繁荣。这一称呼源于其心脏状外形和丰富的营养价值。在春节等传统节庆中，花生常作为吉祥食品出现，寓意健康与福气。传统中医认为花生具有调和脾胃、止血、降压降脂的功效。现代科学研究表明，花生中的生物活性化合物备受关注，如白藜芦醇具有抗衰老和抗炎作用，植物甾醇可降低总胆固醇约10%，低密度脂蛋白约14%，精氨酸则有助于维护心血管健康。2015年，美国医学会杂志《内科学》刊登的一项研究指出，定期食用坚果和花生的人群在5年内的总死亡风险降低约20%，心血管相关死亡风险下降尤为显著。尽管花生热量较高，每100克约567千卡，但由于其高蛋白与高纤维特性，适量食用反而有助于增强饱腹感，支持体重管理。然而，花生并非毫无风险，若处理不当，花生可能受黄曲霉毒素污染，该毒素由霉菌产生，长期摄入可能导致肝损伤甚至癌症。第2名，海带。海带的历史可追溯至1927年，当时从日本北海道运来的木材意外将海带孢子带至中国大连，开启了其在中国的发展历程。初期，海带因稀有而昂贵，尤其在缺点地区被视为治疗甲状腺肿的珍贵资源。中医认为，海带性味咸寒，具有软坚散结、消痰平喘的功效，常用于治疗水肿、脚气等疾病。其营养成分丰富，每100克干海带含碘300至700毫克，是合成甲状腺激素的重要原料。此外，海带中的盐藻多糖可延缓胃排空，降低血糖。不饱和脂肪酸 EPA 有助于减少血液粘稠度，预防动脉硬化。其中的硒元素则被证实具有抗癌作用，能抑制肿瘤细胞增殖。但需注意，过量食用海带可能导致碘摄入过多，进而引发甲状腺功能亢进或结节。第1名，枸杞。枸杞自2000多年前的《神农本草经》起便被列为上品，被认为具有滋肝补肾、延年益寿的功效。北宋《太平盛会方》更记载了一则传奇，一位女子靠吃枸杞活到372岁，令世人震惊。在中国，枸杞是8大吉祥植物之一，象征福寿长久，常用于泡茶或熬汤，融入日常生活。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的研究显示，枸杞多糖能调节 T/B 淋巴细胞，增强免疫力，其抗氧化特性有助于降低慢性病风险。另有实验表明，健康成人食用枸杞90天后，视网膜色素密度提升，能够延缓视力衰退。然而，枸杞并非全能灵药，某些黑心商家通过硫磺熏制枸杞来提升色泽，导致二氧化硫残留超标，危害肺部健康。青海、甘肃等地频发的硫超标事件令人警惕。过量食用枸杞可能引发上火，导致流鼻血、眼红等症状，甚至与降压药、抗凝血药产生相互作用，威胁健康。好了，今天介绍的10种延年益寿的食物，哪一款你觉得最靠谱、最有效呢？欢迎在评论区分享你的想法。如果你喜欢本期节目，也可以点赞加订阅以及分享给你的朋友。感谢您的收看，下期也会给您带来更精彩的内容。